男人只因多看了这个木屋一眼，就将其爆改成为顶级豪宅，内部装修十分豪华，不仅配备有恒温酒窖，还在地下掏出了3室1厅，就连大门都充满了科技感。为了解决用水问题，汤姆今天请来了专业的打井队，将设备拉到工地制冷好后，工人先在一旁刨出个1米的深坑，接着往里倒入钻井液，然后就可以拿来钻头开始对着地球突突。此时钻井液则通过事先挖好的沟渠流入钻孔，从而起到一定的润滑作用。随着钻头的愈加深入，终于成功的打通地球大动脉。接下来工人们开始将套管一节一节的拼接好插入洞内，由于此时涌出的水还是非常的浑浊，还需要放入水泵将水持续的往外抽，直到水彻底变得清澈为止。期间还要提取样本对水质进行检测，在确认符合饮用水的标准之后，钻井队才放心的收拾好设备，带着马内开行离场。接着汤姆在地上画出个圈圈，而后沿着标记开始向下挖掘，铲子被他们耍的那叫一个虎虎生威，泥土也在不断的往下推。经过1天的努力，终于达到预定的高度，顺势再挖出通往木屋的沟渠，就可以把1000千克1吨的井筒给安装到坑内。接着还要拿来角磨机在上面切出个小孔，才能将水电管道给接入到井内，最后再将抽水机与增压泵给安装到位。现在终于实现了用水自由。此时脑洞大开的汤姆决定打造一个水门，于是便抡起铲子在小路两边分别挖出基坑，用来安装水门的立柱。在浇筑的同时，还要提前安装好输水管，等到地基足够坚固之后，就可以将事先加工好的方形钢给安装上去，而后再架上门梁，搭建出水门的框架。这根打满孔的钢管就是水门的核心配件，将它固定到门框之上，然后再与水泵相连接，打开开关就得到了水帘门洞。为了防止滴水时道路变得泥泞，汤姆来到废品站收了一节钢管，将钢管对半切开后焊接起来，埋在门框中间作为导水槽，内部再用鹅卵石进行填充，那是既美观又实用。接着汤姆还给水门装上了感应系统，并设定了2种模式，第一种是没人在家时，只要有人靠近就会自动滴水，警告禁止入内。第二种则是有人在家时，水一直往下滴，非常的酷炫，而当有人来访时会自动停止。这套安防系统主打的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，中看不中用。由于木屋的前后都堆积了许多的杂物，非常的影响美观和居住体验。趁着天气好，汤姆决定对室外进行大改造。他们先将这些陈年文物给全部清理掉，而后再拿来铲子把不平整的区域统统给铲平。严谨的汤姆还要用水平尺精准的测量，让地面呈现出完美的斜度，确保不让雨水出现倒灌。这看似简单的工作，没想到工作量也不小。好在有工具人的辅助，他们很快就将房子四周给铺设平整。为了提升木屋的颜值，外墙也需要进一步的装修。他们先用木板在墙上钉出框架，而后就可以拿来保温材料给安装上去，同时提高木屋的保温效果。接着外面再拧上木板进行加固，前面的墙体也是同样的操作，先用木板钉出框架，而后再装上保温材料，接缝处还需要贴上1圈的胶布，确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。不仅如此，四周的地面还要垫上1圈的防水材料，以后屋檐滴落的雨水就能四处扩散，不会从墙角渗入，从而确保室内的干爽。然后再用沙土回填覆盖好。由于没有事先设计好，裸露的屋檐也非常的影响颜值，现在只能拿来钢架固定在底部作为支撑，然后再拧上木板作为龙骨。与此同时，另外的工具人则拿来胶合板，开始对外墙进行密封。这项工作也非常的简单，只需将木板对齐之后再拧上螺丝钉固定即可。由于这扇墙汤姆做了特殊的设计，因此还要先将其刷成五彩斑斓的黑，等待油漆干燥之后，就可以钉上木板开始密封屋檐。白色的塑料窗框看起来有点漏，为了使风格达到统一，先对其表面进行打磨，之后再喷成石墨灰，这就是最经济实惠的改造方案。早在去年的冬天，汤姆就已经购买了一大批用于改造的木材，护墙板当然要自己制作。洗好的木板先拿到工作室修理平整，并将边缘锯出一定的斜度，安装时就可以紧密相连。在此之前还要在木板上钻出螺丝的孔位，接着就可以直接给拧到墙上。不过他们似乎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那就是给木板刷上防腐漆。没办法，只能选择返工。工具人先将木板一块块的拆卸下来，全方位无死角的刷上漆之后，再重新装回属于它的位置上。之前汤姆给阁楼的窗户内制作了一些装饰板，为了将廉价的塑料窗框给遮住，现在窗户的外面也需要安排上，接着就可以拿来木板密封山墙的屋檐。随着脚手架的拆除，正面这扇墙的护墙板也是时候安排上。
为了更加的美观，汤姆还利用激光切割了一些小圆盘，用来遮盖护墙板上的螺丝孔。镶嵌好之后，简直严丝合缝，从远处根本看不出一点痕迹。至于房子的背面，装上胶合板就直接完事，反正堆满柴火也没有丝毫影响。为了提升木屋的逼格，这面墙汤姆打算要弄点俄罗斯风格的装饰，于是他很快便绘制出了图纸，接着就可以开始对钢板进行雕刻。在安装之前，内部还要先布置一圈的 LED 灯带，完事后就可以把雕刻好的钢板给安装上去。现在木屋的外墙装饰就算完成了，